嗨，大家好，我是王冕，你们好。聊遗憾是吧？哎，其实每个人人生都有点遗憾。我刚看到这个选题的时候，跟我妈聊了一下，我妈说她这辈子最大的遗憾就是生我生得有点早，就是如果我能晚出生几年，她就能给我提供更好的生活。因为我刚出生的时候，市场上还没有来自新西兰营养满满的蓝河绵羊奶粉，天然乳钙是牛奶的1.5倍，我早喝着不至于这么矮。好了，聊正事了啊，今天主题是遗憾。唉，其实人生中很多遗憾，就是因为你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，然后你会为此难过、后悔很久很久。如果可以重新来过，你会怎么选？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，你会怎么选择？你还会嫁给他吗？还会背井离乡吗？这一生最让你后悔的是哪一个选择？如果你问我，那我就会说，我昨天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，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，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，他们毁了一个美少年。我就不该去冒这个险，就因为新店酬宾便宜点，是不是人生就无法避免碰上几个错误的理发店？当然，人生中还有很多更值得我遗憾的事儿。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，你会怎么选择？你还会错过他吗？还会选择放手吗？如果我当时有挽留我的前女友，亲爱的别走好吗？我们就不会分手了。但她现在也会离开我，因为我昨天去了那家理发店，我就不该去那家理发店。我只说了一句短一点，她就推掉了我的美人尖。她还有脸让我办会员，让我下次再来找她钱。我前女友昨天约我见面，我都说相见不如怀念。如果可以让你重新来过，你会怎么选择？还会坚持这份工作吗？哪怕有人质疑你，你会不会剪头发？你是否也感到后悔过，把爱好变成工作？是不是小时候给奶奶梳头，奶奶夸你梳得真不错？我现在真的不想做脱口秀了，我想去你们店做发型总监，我就有权利开除店员。你猜猜我想开除哪个店员？他远在天边，近在眼前。不止我不该来这家理发店，你也不该来这家理发店。人生总是有很多让你后悔的选择，眼泪流干了，也回不去了。头发总归有一天还是会长回来的，有些遗憾却是一辈子的。你说你如果没坚持梦想，不会负债累累，如今还在漂泊。你说你应该多陪陪父母的，你说你后悔
离开家了。你说你，我说大哥，你快别说了，你激动的手都抖了。我就不该跟理发师聊天，我就不该跟理发师聊天。我只问了一句你干了几年，他就一边痛哭一边给我剪。好，谢谢。太好了，王建国。谢谢。我的天妈呀，结王冕这是。我现在要讲的这个事儿呢，是那个上一篇的这个姊妹篇，好吧，其实也不是姊妹篇，就是我上一篇写的时候呢，就太紧张，就写多了，然后后来就把这里面最不好笑的摘出来，凑成了这一篇啊。就是我前面不是说我跟不上时代吗？我就很不甘心啊，对不对？我很不甘心。然后我有一天我就在公司问我公司的年轻人，我说你们平时都有啥爱好什么的？因为就时代啥样得看年轻人啥样嘛。他们就说呢，就是也没啥别的爱好，就是喜欢蹦迪。然后我就问对了，我真的我不瞒你们说，我从来没去蹦过迪，就从来没去过。然后我就详细问我说蹦迪到底是啥样的呀？去一次贵不贵啊什么的，就什么感觉？人家就说就是如果开卡座的话就贵。我说那卡座那你们就是坐在那儿就干喝吗？他们说不是，就蹦迪主要是去蹦嘛。我就崩溃了，我就说你去蹦，你为什么需要一个座啊？他们说就是蹦累了可以坐那儿歇会儿。我说你怕累，你为什么要去蹦啊？就太难理解了，就难理解才值得学习。于是就在前几天，我的好兄弟呼兰带着我去蹦了一回迪。就我们俩人，因为就是比他再年轻的人就不带我玩了。然后我们就问了好多地方。我先去的是我们那个大领导介绍我的地方，就说啊，就特别高端，说是最高端的地方。我高端地方我也不是没去过，我就去呗。我就穿着平时的衣服 ，T 恤、裤衩、运动鞋，我就去了。去了之后，门口保安不让我进。啊，保安说就是我们这是正式场所，穿裤衩的不让进。我说那啥意思呀？你们这里头都是不穿裤衩的吗？我说那就是我现在脱，我也不能在街上脱呀。保安说你闭嘴，你说的什么玩意儿呢？我们正式场所要穿长裤，懂吗？长裤。我说你别急呀，你没听过一句古话吗？长裤不如短裤呀。保安说你给我滚，我说好的。然后后来呼兰说我带你去一家吧，去一家年轻人的地方，又去了另一家夜店。进去之后我就人都傻了，因为那个音乐的声音也太大了。我说年轻人的耳朵就这么背吗？对吧？就那个音量，我听了3秒我就心脏疼。搞喜剧真的太难了，就为了写出点心梗，差点得心梗。就这个是我第一季。没有，就其实这个是我第一季讲过的老梗啊，就希望你们听了就不要脑梗。我是给多了，就是给多了。我知道我是给多了，对不起，我创作枯竭了嘛。然后后来我就在那个夜店里，我一想啊，可能那个音乐的声音大，就是因为声音大可以让这个处于暧昧期的青年男女就只能贴着说话，就可以耳鬓厮磨的说话，是吧？哎，对吧？你知道哈，你没少干哈。就这样就是可以就是增进感情嘛。可问题是我实在不想跟呼兰耳鬓厮磨呀。你就想啊，如果我趴在呼兰的耳朵边嘀嘀咕咕半天，然后呼兰听完之后嘿嘿直乐，我说我俩聊的是喜剧，有人信吗？然后我和呼兰就在旁边就站着就看着嘛，然后观察周围的人的就行为举止，观察了半天，我就发现现在的年轻人呢，确实是有点道德沦丧。就这么半天了，都没有人给我俩让个座儿，就你买得起卡座了不起吗？对吗？而且那个年轻人到底还是年轻人，就是啥意思？就是他们想说点啥，就互相就扯着脖子就喊，没生活吗？你看我来之前，呼兰就跟我说了，说进去之后咱俩别跟他们一样啊，就别一样就喊。我说对，咱俩得用默契交流。后来说用默契能交流的明白吗？咱俩得用微信呢。然后后来我就在里面，我就跟呼兰发微信，我还说呢，我说呼兰，可是这里面的信号不太好呀。呼兰回复：“你还要啥信号啊？你写完消息直接举着给我看不就完了吗？”我多聪明。最后呼兰就说：“就别光站着了，来都来了，咱俩必须去蹦一回。”
我说也行，就去了。我俩就去那个 DJ 台底下，刚想蹦，就发现旁边有一个工作人员在这就给人们分发那个小兔子耳朵，就是一个小发卡，顶上有2个塑料兔子耳朵，闪着红光的，是吧？然后就他在干出这种事来的时候，我和呼兰2个人就本能的就往后稍，你知道吗？这太丢人了。但后来就觉得不行啊，咋能在这里就退缩了呢？就咬着牙就拿了2个。然后呼兰呢就勉强带进去了，我再怎么勉强都带不进去，你知道吗？就是我俩这个脑袋实在是太大了，我呼兰程璐上海滩3巨头，还是来了。最后我就只能把那个兔子耳朵举在头顶，在那儿蹦，你知道吗？蹦了一会儿，我不禁悲从中来，就我和呼兰，我俩加一起都快70岁了，结果跑到你们这儿装小兔姐。人生70古来稀，蹦蹦跳跳真可爱。蹦了3分钟我就见汗了，真的。但是我也没有离开那个舞池，就面对这些个年轻人，我就觉得我代表了我这个时代最后的倔强，就是即使我已经跟不上你的脚步了，对我也要拼死的站在你们面前。如果最后我摔倒了，我就讹你啊！没有，开玩笑啊，就倔强是要有，但是讹人不行啊。结果我没摔倒呢，旁边一个年轻人摔倒了，他喝的确实有点太多了，就蹦的时候就端个酒杯，然后他摔倒了之后呢，就那杯酒就溅了大家一腿，我就知道这帮人回去就得洗裤子了，而我只是淡淡的擦了擦腿。什么道理，朋友们？不能因为时代改变自己的活法，有时候长裤就是不如裤衩。谢谢大家。大家好，我是周奇墨。今天话题是遗憾，对吧？遗憾，那我就必须得跟大家坦诚啊，我前半生，我认为一个比较大的遗憾，就是我小的时候，我爸妈没有在我身边。当然，我讲这个事情，你们千万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啊，也不是你们造成的，是吧？不会怪你们啊。就那个时候呢，是因为他俩很小，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离婚了，然后呢又特别忙，就把我送到了我姑姑家。我从小是在我姑家长大的，但这就让我很难写作文，因为小学的作文大家都知道，经常是写什么我的爸爸、我的妈妈。每次一写我爸，我就问我姑，我说姑，我爸以前啥样啊？我姑就给我讲我爸怎么上树偷鸟蛋，小的时候，我就在那儿记啊。我是中国最早做口述历史的人，然后交上去以后呢，老师一看说你这个作文呐，写的倒是挺生动啊，但怎么总感觉是先有的你，再有的你爸呢？怎么写出上帝视角了呢？而更难写的就是我的妈妈，因为那个时候我跟她2、3年能见一次面就不错了，她长什么样我都快忘了。所以别人写我的妈妈都是啊，我的妈妈有一双大大的眼睛，笑起来像月牙一样。我写我的妈妈就是王霞，女，1963年生人，汉族，属兔啊。就交上去以后啊，老师一看也就明白了。所以他下次布置作文的时候就是说，同学们啊，我们还是写我的妈妈，写我的妈妈啊。然后周奇墨呀，你写难忘的一件事儿啊。然后从小我妈不在我身边，这就导致我长大以后啊，就找女朋友的时候很想找一个比我大很多的女生，就是一种补偿心理，你知道吗？就别人家女朋友过生日，男朋友都是插上蜡烛在那唱祝你生日快乐，然后到我这儿就是哦妈妈，烛光里的妈妈。但现在随着我年纪越来越大，是吧？越来越老。我就发现也不能再照这个标准去找下去了，因为再这么找下去，这个女朋友可能就也不是大，而是老了，对吧？就可能我演出之前跟我女朋友说我要走了啊，我给你蒸了个鸡蛋羹，你现在不是牙口不好吗？你记得吃啊。我说我给你蒸了个鸡蛋羹。而且这种成长经历呢，还让我现在看不惯有一些家长啊威胁孩子，就你们经常能在街上看到，有的时候一个大人在前面走，后面跟个小孩，是吧？然后大人在前面就特别凶，说不要你了，听不见，别跟着我，不要你了，不要了，不听话，不要你了，别跟着我啊。然后你看小孩在后面嚎，是吧？跟个僵尸一样，是吧？我天！每到这个时候，我就想，你别这样了，对吧？就大人只是在纯粹的发泄情绪，
孩子都知道挽留一下是吧？孩子都知道爸，我们还是有感情的，要不要再试一试，对吧？关键这种就是大人在完全利用孩子理性上的不成熟，你知道吗？他意识不到这是个威胁，但凡他能意识到，就会很尴尬，是吧？我走了，听没听见？不要你了，别跟着我，不要你了，不听话，不要你了。谁反悔谁孙子啊！等着我妈跟你离婚吧，是吧？儿子。当然，这种成长上的遗憾其实是双向的啊。我爸现在也很遗憾，他就遗憾我小的时候没有陪在我身边，所以他现在就特别想补偿我。比如他会背着我偷偷给我买衣服，然后等我回到东北老家的时候拿出来啊，给你买了件衣服，好不好看啊？一般情况下，我看到这种衣服都只能是假笑，挺好看的。他立刻就能看出来我不喜欢，然后就开始催眠我啊，好看，是不是啊？多好看呢，是不是好看？好看啊，好不好看？是不是好看？看啊，这图案是不是好看？然后我在那儿，好看，越看越好看呀，好看啊！以后给不给我养老啊？给不给我养老？养。关键在我爸眼里，就什么衣服好不好看、流不流行啊，就看上面有没有英文字母，他也不管写的是什么。有一次给我买一件衣服，上面写着 "I'm a single lady"。我说爸，你知不知道这写的啥？他说啊，不知道啊。I'm a single lady. I'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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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a single lady. 懂了？碧昂斯吗？我说爸，你这看的还挺杂呀，是吧？这个像是我写的。这什么玩意儿？我今天在这儿讲这么多呀，大家可能觉得我只是在这儿讲一个遗憾啊，其实还真不是啊。因为自从我讲了脱口秀以后，发现这种遗憾也可以是一个礼物。正是这种小时候这种成长经历，让我现在变得敏感、细腻、善于观察，才有了做喜剧这么一点点先天条件。所以现在有的时候，一个新演员过来问我说：“哎，写的段子不好笑，怎么回事？”我说：“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啊。”是你的原生家庭有点问题。好，谢谢大家，谢谢你们。